平常在打羽球的時候啊，其實我肩膀會蠻痛的。他這邊又抬起來那麼多，你看這邊在處理，他這邊抬，所以他一定會酸痛。有可能是因為我握拍方式不正確。你握拍方式是这樣，打羽球其實不是用手腕，不是用小臂，不是用肩膀，是用拇指當支點。你這樣打開來，先做個下拍，髖部推出去以後，身體轉正，这個基本功如果一開始打好的話，會比較好。其實不然這個打個3-4年以後要改蠻困難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歡迎收看早安練健康。我們歡迎我們的安東教練。Hello。這一次呢，我有一個新手朋友，他看教練打，覺得看起來蠻簡單的啊，他應該也會。歡迎 Seth。歡迎他。大家好，我是 Seth。我先問一下，你平常在打羽球嗎？其實就體育課的時候打過啦。那為什麼看起來很有自信？可能是我平常散發出來的氣場，大家都覺得我很有自信，其實沒有這樣子啦。那今天 Seth 就交給教練啦。沒問題，就交給我吧，我會好好的教育這個年輕人的。好，那我平常在打羽球的時候啊，有時候其實我肩膀會蠻痛的，不知道是姿勢的問題嗎？還是通常都是姿勢的問題，然後還有就是過度的處理，還是你揮個動作，我先看一下。你應該手腕也很痛吧？我就是肩膀比較痛。第一個你在揮的時候，其實你看得出来你的發力的位置是在這裡，在這個地方，而且你有點耸肩的動作，所以都是這兩個肌群都在用力，所以它一定會酸痛。有可能是因為我握拍方式不正確。你握拍方式是這樣，這握拍方式它當然是不正確。所謂的菜刀握法，那我們的虎口對準拍框下來，然後含住球拍，像一個握手的感覺。這樣子所形成的手型的話，就會是食指在上，然後拇指、中指的動作。虎口对準拍框，然後延伸下來，然後像個握手的动作，這樣子。对，放鬆，对，所以我们的這邊其實它是就是含着的感覺，像這樣。對，那這個動作其實是因為羽球裡面它有很多的小發力的技巧，那你必須要有這樣子的空間，對，所以你才有辦法去做這些小發力，而且同時，當你的手指是食指在上的時候，因為這三指是有空間的，那我才有辦法做正反拍的轉換。然後我要發力的話，我在打到球的那個瞬間抓，所以它的空隙會瞬間的消失。對，所以這個三指會團結這樣緊合，這是在擊球瞬間做的事情。但是你平常在準備的時候呢，是鬆的，才有辦法做換拍。對，所以那我平常在鬆的時候，我應該用哪幾指來扣住這個球拍？各位觀眾，你們是可以像這樣子打開來的，你可以有辦法這樣子含着這支球拍嗎？可以哦，這就是我們要控制這個握柄的方式。對，就是這個方式。然後我們有需要多一點手指的感觉，再輕輕的放下來，這樣就好了。之前有看教練影片，教練有說用拇指當做支點這件事情，其實我看影片還是沒有辦法意會到，可以現場教學一下觀眾到底是什麼意思嗎？那它的秘訣就藏在我剛剛跟你講的，當你的食指打開來以後，我上下的擺動手肘，像這樣，手肘，對，上下的擺動手肘，對，你有感受到支點在哪裡嗎？有沒有感受到支點在哪裡？有，在拇指上，是不是在拇指上？就有點像是蹺蹺板這樣子。Yes， 蹺蹺板，這就是其實我們發力的一個關鍵。所以打羽球其實不是用手腕，不是用小臂，不是用肩膀，它其實所謂的手腕是用拇指當支點，所以你的手腕的方向是這個方向，不是這個前後上下的方向。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是用手腕的感覺直的啊，你現在上下揮。揮快一點，揮快一點，揮快一點，揮不出聲音來，對不對？那你剛剛有沒有用拇指當支點呢？哦，很輕鬆就可以發出聲音了。那羽球它就是在比賽誰比較會用這支球拍，所以你用多少力量不重要，是你能不能造成球拍的擺數增加。那我肩膀這個問題，除了這個支點，還有其他地方可以改善嗎？因為其實你這樣在打的時候呢，你其實用的就真的是背肌的力量，肩膀的力量，這個塊的，你是用這一塊的力量給觀眾看一下，而且它這邊又抬起來那麼多，你看這邊在處理，它這邊在，它這個整個動作呢，你這樣打開來，先做個下拍，好，那你試試看，你把髖部先推出去，
髖部推出去以後，身體轉正，然後試着把手肘抬高一點點，然後做競軸手腕擊球。所以在我剛刚這整個過程中，其實肩膀就沒有出到力量，而是把這每一個環節去把它連接在一起。我做一次教練來糾正我。可以。這樣子。對。然後轉髖。轉髖。然後手抬高。對。這樣。然後揮。對。我手要這樣送下來嗎？還是不要送下來？不要送下來。到這邊以後就手腕這樣子發力，這樣就好。對。對，你不要，因為你就是我在想，你就是想要收這樣的動作的時候，造成這邊抬起來。對，其實因為你可能體育課有上過，是不是要收這邊，或者是有想要把它下壓的慾望？對，或者是想要轉？對。對，其實不是，因為其實它的轉是在手指這邊，不是在小臂的旋轉。對，這也是很多的初學者他們會犯的錯。那我在擊球的時候，我是打到之後我再用力，是這樣子嗎？其實我在打這屬於大肌群的球，我向下以後，你看你这樣甩下去的時候，是不是你的下肢只要關起來，讓它形成槓桿？所以其實，在打這種球的時候，我們所謂的用力，其實只是讓身體去帶動，然後這四指關緊而已。所以它並不需要用到你剛剛所講的這個抓的力量，它是屬於小肌群的發力。哦，了解。對，當我們有大肌群可以用的時候，那我們就去用它。但當然不要只靠一個大肌群，要靠全部的大肌群配合。对，我们就不要用小肌群，小肌群不可能比大肌群有力，所以在打長球或是像杀球的时候呢，就用你的大肌群一起做就好了。刚正手拍有正手拍的握法，但反手拍也有反手拍的握法，因為我反手拍打起來都怪怪的。那講到反手拍的握法，它的握法是不是大家都聽過？拇指點在髖面上，給大家看一下，這就是一個最基礎的反手拍握法。就是完全是拇指比讚，然後這樣子含着這支球拍的握柄，對，不要完全的貼實，這樣子形成像這個錯誤的握法，就是它的拇指很高，然後這邊完全是貼緊的。我可以先試着用3隻手指頭抓着這個握柄，然後我在揮拍的時候呢，我的手腕揮，甚至我的中指呢做一個往回敲的動作，那是不是我們剛剛所謂講的蹺蹺板概念？那現在的支點是哪裡？支點在食指上嗎？你太有天分了啊！你就是應該要做這樣。剪輯幫我下這個，反拍的支點是食指，正拍的支點是拇指。麻煩你了，剪輯師，加雞腿。那這是它的概念，反拍的概念。不僅是手腕，然後當我需要的時候，我甚至用中指以食指作為支點，拇指向前推，中指向後拉。那這3指後面這2指，這2指的作用跟中指完全一樣，加強，所以它只是加強中指的力量。哦，對，所以同等起來就是拇指向前，食指當支點，下3指往後，往後。所以我在反拍擊球會有一個對引拍。對，那反拍的姿勢可以教給觀眾一下嗎？可以。那反拍其實包含了前場、中場、後場，其實概念都是一樣，但是我們就以中場來做一個示範。我們反拍的時候，拇指壓着髖面，那我們在揮的時候呢，我們是第一個是手腕，好，手指，就是剛剛講的中指的揮拍方式。第3個呢，是不是我們加入小臂彎曲？小臂彎起來之後，我透過小臂的擺動，它可以增加我手腕揮拍的速度，所以整個合起來，小臂帶動手腕，帶動揮拍。那教練，我們有正拍的握法，也有反拍的握法，也都知道怎麼發力，但我們要怎麼樣迅速的切換這個握法呢？第一個，我們剛剛在講正拍握拍的時候，是不是要鬆鬆的，然後含着，然後3根手指頭上3根手指頭在預備的狀態下是有空間、有空隙的，這個要先做到，你才有辦法去換拍。來，我講給你聽，就是當這個時候有空間的時候呢，我上面這2個手指是不是可以提起來？當你有辦法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，我才有辦法做滾動。對，耶，對了，剛才我們看到 ，amazing， 太神奇了，真的，提起來，滾動，滾，就是這樣子，指尖將它夾住，這樣滾一下，就可以做一個順時針的搓滾動。對，提起來以後，像我這邊是順時針滾動，
對，那是不是就換成反拍了？那教練剛你說這樣子從正手轉到反手轉一下拍子就好了，那如果是回來呢？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，因為很多人換過去之後，換回來的時候他會這樣隨便這樣丟回來。不好。抬起來以後，我們是順時針換成反拍，再換回正拍的時候要逆時針重握。重握。对，你看哦，我先順時針換成反拍，然後我現在要換回正拍的時候，我是逆時針用拇指跟食指滾動球拍，是不是打開來了？然後這時候打開來之後呢，馬上收下來就可以了。對，那很多人就是會卡關在他在換回去的時候呢，他會做順時針，他會又再做順時針。那你看，如果我做順时針，要多繞一圈，這個球拍會多走半圈還是一圈？你怎麼去就怎麼回來，而不是再繞一圈。这樣就不會有什麼多餘的動作。為了節省時間，這個基本功如果一開始打好的話，會比較好。其實不然這個打個3-4年以後要改蠻困難的。我以前打的時候，因為我以前握拍是這樣子，然後打的時候大概擊球點在這邊，這樣子是正確的嗎？你的握拍決定了你的動作，也決定了你的擊球點。當你用拳頭握法的時候，你的擊球點會比正確的握拍更低一點。如果你是用拳頭握法，擊球你的拍子在這裡，拳頭握法在這。對，如果你是用我們剛剛修正過的握法，食指在上，哦，更高了，擊球點是更高的。所以正確握拍方式的擊球點大概會比拳頭還高一點點，大概在這兒嗎？沒錯，然後你的這地方太直了，就是這個地方，對，在這個位置，不用看到，因為你之前的擊球點會比較偏右下，那這時候會形成你的肩膀使用的更多，這個位置，對，這個位置，然後你試試看手腕多一點點，你打球的手腕，食指當支點，然後手腕多一點點，就是短短的。那這樣子可以減少你的肩膀的負擔。對，對。揮要彈回來嗎？揮放鬆，揮放鬆，放鬆它就會彈回來。然後拇指當支點，然後這邊就不要出力。這樣子你再打一陣子，你就發現你的痠痛不見了。對。然後左手收下來，就是身體的轉體要做完全。对，你這樣轉體做出來，你的肩膀的負擔就會減少。好，所以觀眾朋友記得在打高遠球的時候，手肘很重要，不要太直，這樣子肩膀可能會受傷哦。我們今天又拯救了一個人，姿勢已經造成習慣，就很難改了。記得趕快及時的把自己修正肩膀，才不會又受傷了。不要小看練習的力量，透過不斷的練習，每天30次，2週後你就看到效果。好，那我們今天感謝安東教練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放輕鬆。哦，作為一個教練的素養就是不可以笑。放輕鬆。好像破功了。你喜歡早安健康影片，請幫我們訂閱、按讚，要記得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哦。